对于俄乌冲突已持续快2年的这个话题，有网友提出了疑问：如果把俄罗斯换成中国，我们有机会打赢整个北约吗？我们不妨先了解一下俄罗斯的军事实力。在战争初期，美国其实也十分忌惮俄罗斯的。不过，在战争开始后的一段时间里，他们发现俄罗斯使用的武器基本上都是前苏联留下的，远不如北约的先进。例如，俄罗斯的伽利略导航系统似乎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厉害，许多远程打击无法精确导航命中，并且侦察能力也似乎不足，无法有效重创乌克兰的主要军事力量。除此之外，俄罗斯空军也数次遭到乌克兰防空部队的击落。从种种迹象来看，俄罗斯似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厉害。不过要知道的是，在俄乌冲突中，俄罗斯几乎完全是靠自身对抗，而乌克兰背后的北约可是有几十个西方国家，俄罗斯能够维持这么久也实属不易。看到这里，可能会觉得俄罗斯似乎有点弱，和乌克兰这种小国都要拖这么久，不太符合印象中的大国。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？一场战争的关键不仅取决于军队的数量和装备，还关系到国家的军事战略、能源问题以及经济因素。在俄乌冲突中，俄罗斯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。作为能源大国，可以在能源储备方面无后顾之忧，且具备一定的抗制裁能力。像俄罗斯在一些军工、化工领域都十分的先进，有着严密且完整的产业链，所以面对一些外部制裁，他们也可以做到自给自足。可到了武器装备方面，有许多西方国家组成的军事联盟，其所提供的武器装备、技术水平都很高，所以俄罗斯看起来似乎并不是那么占优。但有一点要知道，战争一旦开打，烧的就是钱财。而根据欧洲一个研究机构的数据来看，俄罗斯用于这场冲突的费用仅只占全国 GDP 的3%，所以普京不认为这是一场战争，而说是一场特别军事行动，等于变相的在说俄罗斯根本没打算用出真正实力。那么如果换成我国去单挑北约，画面又会如何呢？其实就当前的战争态势，很难看出战争双方的真实实力。俄罗斯未用全力，北约也并非一心一意支援乌克兰。对于网友前面提到的假设，我们不妨先从经济方面看看。作为世界的第2大经济体，中国2022年的全国 GDP 已达到了121万亿人民币。虽然北约成员国都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，但是就目前支援乌克兰的情况来看，各国愿拿出的又有多少呢？相对于中国来说，似乎确实不太够看。而就军事方面来讲，我们的总兵力超过200万，而且无论陆军、海军还是空军，都具备有现代化的高科技，并且武器装备也并不拉垮。甚至许多武器还处于世界顶尖行列。就拿东风41导弹来说，这可是目前世界上最强大的洲际导弹之一，而这仅只是显露出来的冰山一角。北约整体的军事实力虽然非常强劲，但成员国之间非常的分散，面对支援时愿意拿出来的资源也不太多，所以如果中国换下俄罗斯的话，结果也不用多说了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。